来，快点来呀！先不要着急，您先说一下您具体的位置。我看到那个尸体了。对他们下达指令，不要围观，不要拍照，尽量远离现场。这个钩只是要勾他的踝关节或者腕关节。我一边走。问，等会儿我的鞋呀。钩子可以递给我们，你够得着那个？把它抬起来啊！肩膀。你第一次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真实案例啊！慢慢失踪做头部，主要去骨头，软组织不要去。确认是哪里受的伤？你再说一下你哪里感觉不对？没感觉到。不要用刀尖，要用刀斧。先下去，然后再消化吧。为什么一定要下去呢？是要怎样的？我想问你到底要看什么？右侧肋骨下缘。为什么要下缘？我问你第几类？那材料呢？如果这个材料丢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要是干，你就好好干；你要是不干，就可以此时先走，也可以。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哇，怎么还有这考核？还会有不及格，就哇！哦，老师好。老师好。早上好。Hello， 早上好。你昨晚睡得怎么样？不咋好。老师，你们喝水吗？哦，不用了，谢谢。行。你有看到这个吗？我也是刚看见。感觉如何？有点压力，希望能继续保持。我看一下。看不清楚。我是最后一名嘛，挂在那，你就有一点点小小不好意思。下一次希望那就第4名啊，不要好高骛远啊，要脚踏实地。还有不及格呢。还不及格呢。今天吃早饭了吗？还没来得及呢。早餐很重要，我一般来不及就会面包加奶咖，2分钟就搞定了。来。哦，好的，谢谢。不客气。好，咱们一起吃早餐。加油。好。袁老师。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坐下吧，坐在工会里面。我本人呢，在这个办公室的机会不多，上班时间可以多跟老员工在一起，跟他们就交流。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曲国强这个算是我的得意门生，业务能力非常强，解剖的大概有一两千了，但是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嘴是很厉害的。
不对，不要用刀尖，要用刀斧。为什么要切断？凭着这个切面切进去，不是你这样搞的。这个女士叫吴维，是我们这边的临床法医，还解决了国内很多复杂的案子，所以你们的鉴定报告上面的一些问题，多向她请教。另外，这个背对着你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毒物分析室的赵尔娟，算一姐，毒物的担当，毒物化验这方面，大家都请教她。好，你们可以再继续相互认识、交流，好吧？好的，牛头。你怎么知道我是看我牛头的？从哪里得到线索？我就是他们都这样叫呀。你听到了？刚进来的时候就听到了。那你们没有去问他们是吧？哦，好，我以为老师在工作，我想待会儿再问的。没事。好的。活跃起来，没事哈。好，那维姐为什么牛头要叫牛头呀？对呀、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叫刘头的哦，因为他以前是我们法医系的系主任嘛。哦，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叫刘头，一直叫到现在。那我们以后也尝试叫一叫。薛总，这边有个案子需要取材，今天。他这个第一次好像就已经有过冠心病的一个症状，最开始的时候。什么时候？死亡之前1个礼拜。他们今天刚好带来实习生。我现在有一个案子要取材，然后你看你们谁可以跟我一起去？哦，可以的。只能一个同学吗？我只能带2个人，因为下面人太多太拥挤了，好吧？你们商量一下，谁跟我们一起去？应该都想去吧。都想去吧？都想去啊。你们是不是上次有考核啊？啊，那就考核前2名跟我走吧，好吧？好。其他人继续努力，有机会带你们吧。好，行。行，那你先带着他们下去准备。一起去吧。好开心。开心，干活了。这边是我们更衣室，固定液的话对我们皮肤啊、呼吸道都有一定的危害，所以戴口罩、手套这些都是必备的。谢谢。建议戴2层手套。今天是我们实习当中第一次进入到解剖室工作。进入之前，首先要强调一下纪律方面的事情。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个解剖室的注意事项。作为法医，是最后一个与死者进行对话的人，我们的职责就是替死者发声，让死者无遗憾。老师。介绍一下，这是周小伟周博士，然后是我们中心的副主任。今天的这个取材主要由他来操作。你们俩以前有没有取过材啊？我没有取过材。取过，但是不熟练。那一会儿就帮小伟打下手，好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这样2个肺，你们一人来试一下，好吧？一人切1个叶吧，你试一下。切的时候我跟你讲要注意事项，我们拿刀的时候应该是刀底部，放到最前面，然后用力向下拉，一刀到位，明白没有？不能前后锯，这样的话你的切面会不平整，要多做几个切面。2厘米左右是吗？不要用刀尖，要用刀斧。我先下去，然后再向后拉。为什么一定要下去呢？刀根这个地方，先开一条路出来。先开条路出来。不是你这样搞的。精神也很紧张。其实学校有很多机会嘛，但是我当时还是练得太少了，心里就觉得有点给学校丢人了吧。你是拿刀不对，拿刀方法不对，顺势拉回来就可以了。压到这里，先用这个地方找力，然后一拉，
些时候不是完整的，一定要对准比例尺，要不然别人不知道。不好意思，完全是零基础。这个取材的过程，我其实之前是看也没有看到过的。不对，不对，那要怎样呢？你要取这么大，我想问你到底要看什么？我们不是为了专门看背膜。哦，你要知道我们那个切片到底是看什么，这样外面是背膜，这样是吗？对。哦，我们所有的取材都是要给它切成一个大概1.5乘1.5大小，够0.2个厘米这么大小的块儿，然后才能再去做切片。所以前2名才会有机会去吗？加油！加油到前2名，我就有机会。确实。你是临床转法医是吧？我法医的课全是在这个上面学的。我也是，我全部都是看实验学的。我们三个就就比较3个小白，是。怪不得他们2个能脱颖而出。对呀，加油啊，追赶上。确实。这样大概行吗？不是那么规则，但是你看行吗？就边缘的话稍微平一点，边缘稍微平一点。这个好一点吗？啊，这个好一点，这个可以用，因为至少它有一个面是平整的。这样子平着切，往里面切吗？对，然后再切1.5乘1.5。这可以吗？可以。谢谢老师。剩下的脏器你来收拾好，取材结束了。3个打扫战场吧。好的。行，那我们先走了，你们把材收拾一下啊。然后那个取完的材一会儿送到那个切片室那边去，好吧？谢谢老师。就他怼你也不是为了打击你之类的，他是觉得就这个东西很基础，你不应该不会。这说明可能他对你还有那么一点期望。像这种学习过一次的，就这样子很真实的看过，很真实的问过，很真实的被怼过之后，这个东西的印象就会非常深刻。以后再看这个东西，就会马上就能想起。我感觉，法医工作真的就是需要谨小慎微，需要胆大心细。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法医工作巨大的压力，以及法医肩上的责任。麻烦了。哎，没关系。回来了。如何？好难。好菜啊！你们取的是什么呀？全脏器。对，放福尔马林泡完了不固定了，固定得取成小片儿。我整理一下笔记啊，然后给你们看。好。一会儿10点钟，然后我们鉴定中心要开个例会，你们5个一起参加，好吧？好的。好的。在旁边的会议室，好吧？好的。准时啊。那10点。10分钟。咱们提前10分钟去收拾一下办公室，应该会议室。那就50去呗。 50去，咱们得穿白大褂。比较正式一点呗。换，我先买一个。50了，过去吧。好的。走吧。先收拾屋。刘老师，桌子不是很干净啊，桌子上好像不少灰啊。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纸跟笔需要准备吗？水要准备不？不知道啊。泡点茶啊。你也来开会？这边开会还是来？这边是吧？来，周老师。那我是不是来太早？不早呀。不早，不是。算了。这边，老师。
来呗，给我一点。确实有回。不是啊，曲老师。你好。今天呢，把大家聚在一起开一个我们鉴定中心的例会。主要呢是前期的工作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些就是看各个部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中心层面来出面来协调沟通的事情。首先呢，上周吴为到红山法院开了一个会议，关于法院的这个所有的案件的流程以及沟通衔接的问题。关于法院委托的案件，我们内部要进行一个，实际上是个沟通上的出问题。如果这种情况比较多的是法院的话，第一次参加例会，听老师们讲了很多，让我觉得我更了解鉴定机构了，同时也让我有了融入这个家庭的感觉。整个例会的这个内容上讲的都是一些很实际的一些问题，通过老师的这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也了解了大家的平时的工作状态。再强调一遍，程序是最大的事情。程序是最大的事情，你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你才能实现结果正义。程序不合法，你出的鉴定结论再正确，这份鉴定意见也是作废的，也不能用。所以程序一定要合法。所有的鉴定能不能做到法律上应用，被有效的采纳，很关键是你程序上有没有问题。结论上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还把控得很好，但是程序上一旦出现超期、超范围，或者鉴定资质不够甚至还有这个行贿受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的话，那就完了这个事儿。所以这种风险的把控，应该是全程都要关注的事情。另外呢，今天有一个事情给大家宣布一下。最近我们这个机构里面来了5个这个叫做入职的实习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5个坐在后面的是我们新来的实习生，我们大家都要表示欢迎啊！好，你们请坐，请坐。然后呢，我就请他们自己给我们这个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从你这开始吧，各位老师好，我叫陈实，然后是来自苏州大学大4的一名本科生。然后呢，我本人就是这个能力方面确实有点不行，但是这个干活还算勤快，所以也希望各位老师以后如果有事的话可以多多吩咐我多多拜托我多多拜托我。不，多多吩咐我让我能帮上忙好，就差不多这意思。好，希望接下来日子能和老师们友好相处，然后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吧。谢谢老师。好，请坐。第2位。大家好，我叫徐子彤，然后我是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病理学专业的。我叫向晴晴，我之前是学习基础护理，来了后面的话是通过自己边工作边学习的法医病理。大家好，我叫刘超玉，然后我现在是在本科临床的大5，就是实习的这么一个阶段。我叫曲艺林，然后本科是苏州大学毕业的，然后现在是苏州大学和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联合培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方向是法医物证学，就是别的方向的学习我都很想参与一下，希望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别的专业。就希望大家多指导，我想向大家多学习，然后有什么活也多吩咐我。希望以后能跟各位老师学到更多东西。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老师们多多指教。我带来的这几个实习生呢，已经给大家做了自我介绍了。接下来呢，为了让实习生的实习工作能够有序的进行，那么我们对这个实习生进行了分组，大概分为3个组，一个是法医病理组，还有一个法医临床组和法医毒化组。那么每个组将会有1到2个老师带教。具体的分组是这样子的：徐子彤、陈实和向晴晴，你们3个人会分到这个病理组，
病理组代教老师呢是徐国强，徐总这个动手能力很强，在法医病工中有很强的经验。刘超玉呢，你是被分到法医临床组，代教老师是朱英之老师，朱英之老师在法医临床还有医疗纠纷的这个鉴定当中非常有能力。曲一宁呢，你被分配到法医毒化组，代教老师是赵尔娟，他是我们这个鉴定机构里面做毒化非常好的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们这个带他们这个实习的这些老师要严格，因为你们在他们这个实习当中，可能有些问题是我定期会找你们来跟我来沟通的，我需要从你们嘴里知道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比如他们专业能力怎么样，基本技能能力怎么样，跟人的沟通能力怎么样，包括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怎么样，这个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你们要对他们做一些观察或者点评。当然也希望你们花更多耐心去给他们介绍，要给他们足够的这种信息给他们，所以这是我想讲的这样一个事情。再次对他们的这个到来表示欢迎，好不好？我还挺开心的，就第一次被分到了法医临床，然后也是挺期待自己怎么样用临床的知识去解决法医的问题。我就很期待，因为在每个学习阶段都有老师来亲力亲为的去做出指导，同时也会感觉到有点压力嘛。当时刘涛分完组之后呢，我是挺兴奋的，因为感觉要跟这些厉害的大佬们学干货了。现在有个紧急的尸检，时间比较紧迫，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好 ，OK， 好，谢谢。我得做这个，跟他们那个一起。哦，哇，跟老师坐一起。对呀、怕不怕？啊，没有，不怕不怕吗？就有点荣幸。挺好的，老师，你别吓着了啊！兴奋啊，兴奋。那就行，我一会儿跟你们路上讲一讲。一个60多岁的患者，在一个医院里面看病，大概是4天前、5天前吧，这个人床上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以后呢，据说当时这个拍了个片，脑袋一个凹陷性骨折，然后就死掉了。现在就是这责任要是谁做的呀，死因什么的要搞清楚啊。是吧？是病死的，摔死的呀，是吧？所以就除了有死因的以外，还有将来肯定要划分责任的。老师，那他这种案子，咱们在去做之前，必要的去先了解多少线索才能开始做呀？什么病？病历那些都要。肯定要啊。就病治呗，就是。对，如果他奄奄一息这个人是吧？他摔一下无非就是火上浇油呗。所以一定要把他摔之前的这个病况要搞清楚，然后那个摔了以后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什么表现，死亡时间、死亡过程什么样子的，是昏迷啊还是心脏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法医逃不掉的这个事儿。感觉快到了，再一拐弯就到了。走。这拿吗？都拿下来吧。走吧，我们先进去吧。我来。虽然我之前经历过10多次的解剖，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解剖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你需要去充分利用这样的经验，去指导你以后的研究的方向。因为之前是以殡葬人身份进去的，是属于法医工作后的善后工作。今天是第一次以法医身份切切实实参与进去的，所以很激动。我第一次。你第一次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真实案例啊！把那个褂子穿上。 OK， 我拿一个。
个，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我来。对啊，你帮他上去。紧吗？把准备好了器械摆上来。那我现在就上刀片就可以了。对。现在就不要动到盒子外面，盒子外面是干净的。哦。接一手。要有敬畏感，要对得起那死去的人。明白。阿软，你们两个开脑袋。可以。你就跟着刘盼。啊，好。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行，明白。待会徐国强带着你。好，我先跟你们3个说一声啊。第一，解剖的现场只允许有操作方面不懂的可以问，有什么问题回去进行统一解答。好。第二，如果你不确定或者怎么样，不允许说判断性的话，听明白没？听明白。好。死因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我这儿。明白了吗？明白。少说话。把那个卷的放那个塑料袋里面去。我来。先把这个遗体从那个板子上要拿下来。哦，好。往这边拉板子，这个也拉。对，好，抬走，然后把这个布抽掉，来。哦，我来。往那边推，好，放下。标签打了没有？标签打好了。然后手上举，把衣服往上抽，然后衣服往上拖，对，抬起来一点。来，给个位置过。左侧颞部肿胀，旗旁1×1范围散在的表部。按压手腕，让手掌打开。好，这个要尺吗？所有照片上都不要尺。好。子彤，这个照片要照的，要让他身体所有的部位全能照得着。以后将来说这地方有，这地方没有，要拿证据来，我都照了。所以是一个无缝隙的，要把它照下来。那这腋下这种地方，腋下我们不是要拉开吗？啊。那行，二软你带他们来做头部。好。第一刀一定要贴到骨头这里，贴深一点。好。让他拿刀子，从耳上到耳上啊，你先比划一下。耳朵这个地方到耳朵要瞄准。看，贴深一点。老师，这头发不用剃了之后再。对，这头发不用剃，要是有问题让你剃，没问题就不让剃。让徐志同干。推一下刀。划到骨头上去。对。老徐的表现跟以往一样，很棒啊！今天头皮也是他开的嘛？先把胸腔打开，胸口腔打开。就我们这个要用什么型的？1字形切口就可以了。行。第一刀一定要贴到骨头这里，贴深一点。一直切到髂前上棘的地方，有腹腔积液。在那个工具盒里面拿勺子出来，勺子。汤勺。这个到时候量要计量。打开注射器。有取是吗？对。这取多少？手都打这个板子里面。好了。好，别打多了啊，再打。OK。然后我们这边分离的时候，贴着骨质，一直往下面贴就行了。好。贴着骨头一起。刀子给他们，让他们模仿你。贴着肋骨啊，紧贴肋骨。尽量靠着骨头，把骨头上的软组织都画下来。贴着骨头，对，这样吗？对，左手用力贴骨，这边都没切开，你切。好，
切断啊！切，捉鸡。好，拿开炉具。先看我怎么操作。前面要你把那个软组织和肋骨上剔开，就是为了让这个锯子方便。哦。就是沿着这一条线直接过来，到锁骨前1/3的地方，好了。这边锯几个，让向琴去锯几个。哦，行。等一下，我把这边给你开大一点，稍微开大一点，你就锯到这里吧。对，你就锯到这里吧，往下来一点。对，这里。哦，行。顺着它的口子往前切。好。主要锯骨头，软组织不要锯。好。锯透，对，锯透。好，再往前走。好好好。摸一下这个骨头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哪一个？第3了。有没有断的？有。就掰的有没有咔嚓咔嚓响？哎，这个有。几条纵向的线这样来定位，一般来说是横向是平第几类，纵向是在哪条线上？写一个标签，腹腔。腹腔级。所以你要定位一般都是两个方向，也就是纵向是什么样，横向是什么样子。然后准备缝合，先穿过去，这样把第一针的这个线头给它埋到底下去，然后在拉针的时候，把针尖朝里一点，防止后面走人，好吧？好，这一定要注意。看见它的技巧了吗？线永远是拉直的，看见没？针距的话，就是刺破皮肤到这个皮缘的距离，大概控制在0.5左右。哦。好了，可以了。把这些器械装到盒子里面去。收场了要，你这边就完了，准备清台子了，清洗。好。虽然参加过很多次解剖，但是自己能上手的机会很少，观摩的一个距离也是比较远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先观看。今天也有上手，但是学习的话慢慢来。今天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就撤了，好吧？好。哎，收对，收对。整个体验下来收获非常多，每一个动作都是收获，我不会忘记这第一次解剖的，很难忘记。这次的解剖更多的是做辅助工作，也都是在不断的学、不断的做，因为还不熟练，所以一直就是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对。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
你是按工伤的标准做鉴定是吧？哇，什么时候受的伤啊11月22号。11月22号。啊。有些材料是需要被检人签字儿的，你看一下具体怎么填的，然后下次你就可以自己上手了。根据他的委托事项，比如说他要做伤残鉴定，这个地方要把那个鉴定标准贴上去，然后我们就填写那个委托书、材料交接表，然后根据他的委托事项，然后出材料。那个承办人也是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来的话。对对对。兄弟带着刘超宇教他一下怎么拍照，然后怎么体检啥的。好，你好，我们到底先学一下怎么拍照吧，就是垂直着拍，就先拍细目，再拍大图。好，确认是哪里受了伤。这么大可以吗？可以的，能看到是哪个关节就可以，确定是哪个部位。16.2，0.2到0.4，0.2到0.4。脚活动可以吗？勾一下。有一点点。好，可以。可以了是吧？对。因为他们后期赔付也是需要这些东西的。2个周内会通知你来写报告。反正你们打电话我就过来。对，就是打电话通知。看一下，前呼吸正常，神经感觉速度正常，尺神经传导减慢。你是右尺神经感觉有点不大好是吧？这个地方没感觉。哦。现在都是没感觉的。整个手指都没有感觉是吧？对呀，这上你看这个肿的这么厉害的，这里有感觉。这有1年了，这都有啊，这快1年了，而且这手撑不直，捂不了，就这样，捂不动了。哦。我觉得不一样。是吗？哪不一样？尺神经不应该是这个地方的吗？对。他说的是这个地方的感觉确实。对。那这里不应该是尺神，应该是就是大概这一段。行，那你跟他解释一下。你再说一下你哪里感觉不对？现在是从这里到这里是捂的、麻的，没感觉的。没有感觉。哎，其他手指。其他的，就是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你看我这个手啊，就是伸不直了。我给您解释一下哈，您可以看一下您交给我们的这份病历材料，上面它只写了一个右尺神经损害，尺神经它控制的是这边，对，它不是控制的这边。对，就是这地方静电。因为对于伤情评定而言，您这个感觉，它也是对鉴定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主要的话就看一下您这个伤口的长度，好吧？对。好，12.3。老师，您看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好，可以了，就最后把它缩到1页，好，打印到2张纸上去就可以。不是，你现在你打开把我的伤势鉴定这个什么伤啊？我是不能告知您的呀，鉴定结论是不能告知的，我不能告知任何单方，我只能告诉警方。他有时候轻伤遗迹跟轨迹之间两边跳动的话，你明明是会搞个鉴，你搞一个遗迹。不会。2样3部发布的标准，它是有国家规定的，不是由我规定的。它是怎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是最终签字的人，我对我的鉴定报告负责，我能保证公平公正，你要相信我，好吧？好，那您慢走哈。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敢说话吗？没有。那你都已经看出来跟他描述的桡神经损伤不相符。我是想先听他说，就是我先问他其他的指头有没有异常。如果他说了，就是他万一有或者都没有，我想的是等他说完了，然后再跟他说尺神经是这边，桡神是这边。当时还在解释嘛。你再说一下你哪里感觉不对？从这里到这里。因为我想的是先问他的意见，说确认一下是不是其他的手指都没有感觉或者怎么样，然后再来跟他讲这个事情。他们讲的可能会和他们报告单上的结果有很大的出入，你得有证据才能有结论，不能因为他们讲的一些话或者因为场外因素来影响了自己专业上的判断。所以他那个这个地方就是真的有那个什么，就是他说的那种。你觉得呢？到时候我看你报告，好吧？看看你会怎么分析。去吧，去吧。
喂，朱老师。你现在到检查室来一下呗。好。坐这。今天收了几个案子，还记得不？2个。你说一下哪几个？就第一个是他上班路上的时候受伤了，然后他就是那个胫骨的下端的粉碎性骨折。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他跟另外一个人产生争执，然后可能被砍伤了吧。然后来做的这个。那材料呢？那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没有带上去吗？这是第2个案子的材料，而且这个案子的话，我们没有扫描，全部都是复印的，也就意味着这个病历是唯一的一份病历。如果这个材料丢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司法鉴定告诉书上明确写了，鉴定材料我们不能毁损，不能遗失，对不对？那你觉得现在呢？就是我没有拿上去。这是鉴定材料，一旦丢失或者毁损的话，除非你再打电话让伤者再过来一趟。我知道今天的话，你第一天相当于正式的接触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而且鉴定的时候，法医临床鉴定有时候的确会比较混乱，但是鉴定材料这一块是万万不能遗失的，你知道吧？只能说现在这一次的话，初犯不要紧，但是不能再出现相同的错误。好，要改吧？行，带走吧。虽然说法医临床是一个很杂乱的工作，但其实如何在这种繁忙之中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么了？没有，我犯了一个重大过失。我把这个材料放在下面。天哪！吓得我赶紧检查一下前面的那个小标签嘛，我把它们都贴上。那个，这个右下角贴。好。太吓人了。哦，曲依林，你来一下。好。今天的工作的完成还比较好的，一只手扶着，另一手对，另一只手打，他是这2个手扶住，然后再去打，你试一下。今天上午实验的时候，我感觉动手操作能力还是蛮强的。但是还稍微有一点紧张，真的好紧张。明天做实验的时候就放开啊。好。然后我们明天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接了一个大毒化的案子，怀疑是一氧化碳中毒，我们明天要做一氧化碳检测。然后你那边有法医毒物的实验手册是吧？你晚上可以先把它看一下。然后咱们5点半下班，正常上下班就可以了哈。好。行。你觉得这个实习生哪个地方是他好的地方，哪个地方可能还有问题？刘朝玉，他的医学功底比较厚，应变能力的话还是可以的，给一个眼神，基本上也就能够很快的接收到你的信息，然后做出反应。学习能力是很赞的，态度上的话是很端正的。要不要喝呢？可以啊。冰的哦。我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
那种快乐的，我累死了。怎么分辨是 X 片还是 CT 啊？什么东西？就是我来看，我知道怎么看。这 CT X， 这是 CT。就剩下这全是 CT。你让你放大让我看，这是 CT。喂，你好。那个120吧，我叫你们看那个死人呢。哎，你们快点来，快点来呀！好，我们现在立马去派警了。那等他们一下，咱们开个会吧。法医上有几种类型的案件是让法医比较头疼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哪几种情况？高幅，烧，高坠。用一个简单的话说，我们法医怕什么？怕火中烧，水上漂，对，水上漂，空中跳，土里埋，大概是这种。因为它涉及到能够掌握、收集到这种证据很少，都给破坏掉了。我们今天要让你们去见识见识中间的一种，你们猜猜是什么样的？土里埋。土里埋。最好不是高幅。最好不是土里埋。高幅是最严重的。害怕高幅了？有点。我们今天肯定要带你们去见一个水上漂这样的事情。收拾，我们就准备出发。好的，可以的。好。呀，你好，欢迎。今天来打扰你啊，带着几个这个你好，实习警官好，严老师，警官好，你们的学长啊。那我们就先上去，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指挥中心，好吧？好的。严法医是去过墙的吴为的同学，这是我们的老师了。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我们水上分局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单位。涵盖了整个武汉市的长江和汉江的两岸，辖区特别大，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警情特别多。我到那之后，首先是有几个很大的屏幕，我就顿时觉得他们的工作一定非常专业。基本上我们的辖区就是这种样子，尤其是那个芦苇荡割了一半之后，那个茬特别尖，很容易刺穿脚。辛苦了。湿地警线的第一步就是接警。一般都是江边的群众看见了江中心或者是江边上，可能都会有一些漂浮的尸体，然后给他们看见了，他们在第一时间会打电话报警。我们法医可能在第一步，那就是首先对这些警情的一个筛选处理。那我们第一步的考核，怎么把一个警情在法医的手上，第一步把那个警情接过来。陈子，你怕什么来什么？问考不考核？真来了。没有，有没有哪位需要自告奋勇的？来先试一下。要我吗？行，那我来吧。你先来试一下，好吧？好，行，尝试一下，可能有些错误，老师该说就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接警台，我们辖区的所有的案件都会汇集到这边来，由我们的指挥中心向各个地方的派出所和我们的法医来传达。喂，您好。喂，那个120吧。对，这里是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我叫你们看那个死人呢。
您不要着急，您可以说一下您。你们快点来，快点来呀！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您先说一下您具体的位置。哎，那个我就在江边上。江边，是在具体在哪个位置呢？我不晓得嘞，就是那个长江呢，那个长江边上有个桥。哪个桥？您是本地人吗？不知道那个桥叫啥吗？我不是的，我来打工的。哦，好的。您有联系电话吗？就这个电话，哦，好的。啊，快点来呀！那个尸体快要飘走了。会飘走吗？它在往下游飘啊，没固定。啊，行的，好，那我们现在就现在就分配下去，您放心啊，您不要破坏现场，好吧？啊，快点来！啊，好的。接下来怎么处置啊？接下来就好，接下来处置你就可以直接跟人说哈，最常见的一个我们需要哪些信息？首先，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些起因经过，然后当然说谁发现的你要记录下来，报案人的一些身份信息，然后保护现场，对吧？第一点，在发现遗体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要提醒他不要再把现场破坏掉了。然后我们下一步的公安工作那就是派警。对吧？派警。你们就作为专家的一个角色到了现场，开始进行一个检验。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给你们个建议，如果他那个报案人很慌张、很说不出来的话，可以让他把电话给周围的什么人、认识的人讲一讲这个地理这个位置是在什么地方，或者呢，赶快通知这个相关警力部门，给他的手机打个电话回去，让他发一个位置图谱，这个定位就很准、很快。所以快速的定位是个很那个的，它出警就好出。最简单一个流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实际过程中你可能碰到的比我刚才跟你们出的这几个难题可能要复杂的多。这是你们进入到法医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好吧？好的，谢老师。那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到江边去看一下我们法医真实的那个现场环境怎么样，好吧？好的。这边就是一个我们的实际的一个出现场的一个环境。那边那个检查站看到没有？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查站，它就是一个我们的船舶停驶的一个码头。要动船的话，我们就在这边直接上船。走。我们水上分局每个人可能肩负了多个职责，正常要干巡逻民警的活，也要干行政民警的活，都得干。我看到那个尸体了。下去仔细的隔近点看，好吧？注意脚下啊！这已经是我们比较好走的一些现场的路了。这边现场像这种状态，一般是派出所的人已经跟你们布置好了。我们现在需要模拟打捞的一个流程。谁支援一下？出2个人。可以。换上我们的装备，想办法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将这个尸体移动到平稳、你们适合检验的地方。给他扶一下。水上警察的法医工作环境是没有凳子的那个，大家互相帮助。这个风大是有一个影响因素的啊，你看怎么摆可以抵抗那个风力。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怎么摆吧。你先确定一下放哪里，就挡住这边吗？放到口子下台阶的那个地方。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放远点，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到有什么平地是适合做现场检查的。那如果他们从上面自己看呢？还是放在上面？上面你挡不住呀。这个感觉挡不住啊，老师这边一圈感觉都可以。那你们就遇到实际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了，挡板挡不住。我们一般用的最多的方法，您觉得应该是什么？驱散人群。驱散人群。对他们下达指令，不要围观，不要拍照，尽量远离现场。有条件的话，在外围拉警戒带，让一些经过的人都不知道这里在干嘛。今天要是没有特别好的条件，你们就把这条路封下去。这条路对吧？对。那我们就封着你吧，你把东西先给我吧。就拉这儿吧，别拉太远了。你们5个人共同来把这个尸体捞上来，抬的时候不要让这个尸体碰到水面，因为水上的尸体腐败以后，你这个引起的损伤有时候就很麻烦，要么把原来伤给掩盖掉了，要么产生新的一些问题。不能让这个尸体碰到地面拖拽是吧？对，尽量不要，尽量避免。
这样吧，朝月，咱俩把这个放到最长。我觉得咱俩同时勾，你又不能破坏它。哎呀，不破坏，那勾肩膀，或者是同时勾他的脚背。脚背吗？脚背或者是肩膀。试一下，我们俩一人勾一脚背，他勾过来。试一试，试一试。哇！应该是往那边靠，这个钩子是要勾他的踝关节或者腕关节。好。你往右边走一点。我，等会儿我的鞋上，我的鞋都。你起得来吗？我现在有点起不来。体会到了水上法医的这个艰辛了吧？确实。这还不是真的，要是真的话，真的第一个它沉，都没有那么平坦的地方给你们下脚的。啊，我勾到了，你可以吗？我等会儿啊，脚都陷在里面去了。大的先翻身啊，再咋能翻啊？再近一点吧。你只要确保它不会飘下去之后，赶紧换手。钩子可以递给我们，你够得着那个了吗？再翻吗？不好翻应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容易陷下去，一个脚得在上面。先翻过来，对。踩吧。哎呀，我脚又陷进去了。抓我。拿一个扶头，肩膀。悬空，等一下，等一下。好，行。好，可以了。这个尸体已经摆上来了，你们各位要想一想，水上的尸体拖上来以后，你们做鉴定要鉴定哪些内容？先看看死没死吧。啊，就没有生命体征，他已经死了，那确定是尸体。如果说没有120的话，通过你们自己的医学知识嘛，先初步检验一下呼吸、心跳相关的最基本的生命体征有没有。现在没有的话，按照程序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对它进行一套尸体检验。然后你们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用这个相机进行现场勘查的拍照，把你们觉得现场应该记录的东西逐一拍照记录。拍个侧面。瓶都得取水样。我来给你们拿。谢谢10个。现场水样提取那是对的，你们可以多取几份，做一个对照。取2、3份吧。取水样的时候，尽量把水搅浑再取，因为硅藻基本上沉在下面的。对，好。你那边有笔是吗？标记。有，我这有。我拿着你写吧。就现在的时间。2022。背面还有吗？看一下你照片 OK 吗 ？OK。照片都拍完了是吧？我来跟你们验收一下照片。好，我一张一张跟你们讲起啊。首先，你们拍的第一张是一个上半身的一个照片。我们在拍这一张照片之前，现场有一张。对，现场一般我们是要叫3面照，不知道你们当年有没有拍到？第一面是尸体和江的一个面，所以尸体和江连线应该怎么拍？蹲下来。第2张是反映它的一个侧面，就是从那边连着尸体往那边拍。如果说这边有标志性的建筑，那就要把这个建筑拍上去。然后第3张是内张，从内顶往这里拍，带上尸体和那边的桥或者码头之类的。这样3张照片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一个在江边的一个尸体的位置。方位拍完之后，你们下一张就应该是尸体的全身照。你这张全身照有什么问题呢？没有拍到全，不，就它最好是就是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吧。这张全身照视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少了个什么？头没有拍全。对，头和脚没有拍全。先拍一个全身，全身完了之后，对于这种有衣着的，那我们脱完之后就开始在身体进行拍照。身体的程序就是一个按照程序嘛，从上到下，对吧？从左到右，
然后把他的所有的后背部的全景，包括一些细节拍掉。然后手腕需要单独拍，因为手腕啊那些地方都是一些要害部位。还有指甲，指甲也可以单独拍，指甲颜色都可以反映一些问题的。如果是只是拍照的话，那这套就完了。我们在现场只做一个尸表检查，现场解剖的情况很少，但是也有。拍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像是我们看的那样，就是好像是随便拍一下照片，它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在里面的，要严格按照拍照的流程里面遗漏。这还是比较好搞的情况，至少能够下脚。工作环境都不是那么容易去面对、容易去接受的，这样背负的责任更大，就非常敬佩他们。我们法医做水上尸体的时候，这种鉴定，它有几个大的方向要做。比如说做死因，到底是不是溺死的，这要搞清楚。第二个是个人识别，是吧？除了死因和个人识别以外，水上尸体还需要关注的鉴定的要点有什么东西？除了死因和个人识别，案件性质吧，案件性质啊，因为水是流动的嘛。入水位置大概叫入水的地方在哪里？还有是入水的时间。入水时间。入水时间因为有的死了以后入的水嘛。所以它就是牵涉到一个尸体现象，在水当中的尸体现象，它跟那个陆地和地面上不一样，所以他们要另起炉灶去研究这个事儿。然后呢，每个地方又不一样，东北的水，南方的水，海水、淡水。就那个心学里面那个成分也会不一样。对。所以它很复杂，所以很多法医学得很好的法医，一旦把它调到水上去，他几乎就要从零再开始，完全是一个新的。所以我们强调，在做水上尸体的时候，要跟好师傅。书没有用了，那时候，老师傅在待了30年、40年，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样子的。对，你翻书，只能是一个大概的经验。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就有一种寓教于乐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模拟场景里面体验，其实印象会很深刻。对，这种学习的经历是很难的，真的很难的。我以往的工作当中遇见的法医，靠自己去愿意学，他才能学到。但是这一次他不一样，被倾囊相授的这种感觉是很好的。牛头有没有在船上搞过解剖啊？没有。老师有在船上解剖过吗？没有，我在船上尸检过。船上是怎么呢？因为那一条都没有办法，全是码头，没有地方上岸。然后尸体吧，你要说抬到人家码头上面去，人家不愿意。考虑到一个人家作为做生意的，他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忌讳，所以没办法。当时我们船靠岸之后，又把我们法医叫到那儿，那我只能就差不多就是这么比这个还小的一个距离，就人躺在这儿比较狭窄，想办法动一动拍一拍。如果说不能拍到一张完整的全身的话，你就分2张拍，这样。体会就真的特别辛苦，就特别辛苦。就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法医不想干了？没有辛苦，但是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对。
辛苦当然是最主要的，那主要还是一个责任心，法医的一个责任心，一个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对吧？因为必须要有人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得找到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不然你不能因为好奇啊这种事情来干，肯定干不长久。所以我们都知道法医呢，虽然大家都不太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老百姓还知道有个法医这个事儿。但是水上的法医，可真没多少人知道这事儿，我也是，是吧？得到了新的普及。所以这种职场上的他的精神的压力，还有这个是体力上的这付出，还有不被人重视、不被人看好，我觉得要是选这个职业，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想法，所以要向他们致敬，要向他们学习。法医一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但是又不能或缺的一个岗位。我们法医的工作中啊，其实很少有人给我们拍工作照。你们在做事的时候，你们的镜头、你们的东西是对着，全部是对着现场，对，没有办法对着自己。现场也没有。因为你刚才在那个走廊里面介绍的时候说，其实你们检案的工作中很少有机会有人会给你们拍照。我刚刚看到老师给我们就是示范那个拍照姿势的时候特别帅，我还给你拍了一张工作照。对，像这种珍贵的画面，其实应该被记录下来。从水警法医那边，让我觉得我们整个法医行业都是需要这样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帮我们克服这些工作上的困难的。就在毒化这段实习，会让我填补到了很多以前空白的知识。今天上午实验的时候，感觉动手操作能力还是蛮强的，让我觉得收获很多。然后将来我也会想要在更多的科室把这个罐子填得更满一些。其实法医职业也是跟水警法医一样，都是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结合我最近的伤残鉴定吧，可能刚开始一个案子在老师面前说的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写完的报告，在我这里可能刚开始需要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或者更多。所以我也觉得需要通过我自己不断的增长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一步一步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医鉴定人。在这几天的学习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除了病理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还有很多系统性的知识框架，几条纵向的线这样来定位。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也会更努力，自己也会坚持热爱，不忘初心。最近很火的一句歌词就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我们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即使不是处于光明之下，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们每一位法医都能像这句歌词所描述的一样，打破黑暗，驱逐黑暗，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光明，然后成为行业里的英雄。第二次考核来了，是一个2次鉴定，精神各自独立的判断。我们今天就请到秦明做一个考核官。法医秦明2字除了法医一文不提。死在浴室里。上吊再掉下去。很有可能是女孩真的是一时想不开吃下去了。这里中有回找就是说明溺水。我觉得他像是找了很多种自杀方式。不像自杀，很多他自己不能造成的损伤。浴缸边上的血痕很明显是一个挣扎的血痕，不像个勒痕，像是你掐的。有很多死因的时候啊，很有可能是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寻找能够证明是谁作案，死亡时间的判断需要排查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我觉得这个案件比较难。性质是他杀还是非他杀，两边辩论。我想问你们是如何排除溺死的？通过检查以及解剖真相，我们都确定排除。那我要驳你的这个点。你有没有具体的证据证实他心脏负荷增加了呢？但是他这死亡的点，他就是溺死的。上一期的搭档，这期的敌人。你们是怎么排除溺死的？我们这次研究结果是少量硅藻，硅藻检查永远都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做的事情做了哪几个部分？你上来讲的就是死因，你讲的案情了吗？
这个事情从早上讲到现在，一直在讲这个事儿。你仅仅凭一个尸体解剖就想把一个案件性质定下来的话，非常可怕的事情。哇，我们好像到了，是这栋吗？好像是这栋啊。哇！哦，我喜欢那个，看。挺好，挺不错，真不错，不错不错。他们女生叫咱们去吃饭，哎，刚好，说实话，你们好会点菜啊！大家加油，相互鼓励，相互亦师亦友。对，多喝一点。好。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泪水都是生命的印记。宣誓人。向晴晴、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